歡迎收看北境不靜音，我是北境。面對真相和良知，我選擇不靜音。希望你們也和我一樣。不好意思啊，我今天生病了，有點重感冒，所以節目時長我會控制一下啊。希望我能夠堅持說下去。有這麼一個很重要的事兒想跟大家分享。你們已經看到了，昨天晚上呢，我在本頻道上傳了一個長達6個多小時的視頻啊，那就是這個視頻啊。這是發生在1990年3月17日，北京軍區的軍事法庭對38軍軍長徐勤先的一個開庭審判的錄像。那這個視頻呢，是前2天11月25日由研究6·4的學者吳仁華先生放出來的啊，有人把這個料餵給他，但是呢，這2天又突然下架了，所以包括我在內，很多的油管 UP 主都把這個視頻備份的發在自己的頻道裡。我突然意識到，這是我能做的對於史料的一種保護，所以我由此呢也建立了一個新的播放列表，就叫史料庫。那麼這是一個開始啊，以後我收集到其他的一些史料，包括文革時候的一些內容我都会陸續的上傳進這個播放列表啊，不是作為本頻道的正式節目，只是一個史料的收集。那麼這個播放列表呢，我現在也把它变成了 YouTube 上的課程列表啊。當然这個課程需要大家去自學了。那我知道這個視頻很長啊，6個多小時，那麼一般人可能也沒有時間去把它看完，所以我們今天再做一期節目來簡單的講一下這個事兒啊，來龍去脈。首先我們看一下啊，徐勤先，這位就是徐勤先啊，當時呢任38軍的軍長。那麼為什麼出名呢？是他抗命啊，沒有遵守上級的命令。命令他當時帶部隊啊，帶槍，開着裝甲車進到北京去鎮壓啊，在天安門的那一場不只是學生了啊，一個民眾的對政府的抗議運動啊，要求鎮壓。那我們知道最後變成了在天安門的一場這個大屠殺啊，血腥鎮壓了。徐勤先呢，在整個6小時的這個視頻裡啊，他其實上一直在強調，就是做這個事情的合法性在哪裡。他為什麼抗命？因為他覺得不合法。他認為啊，人民的軍隊啊，你如果不帶槍、不帶武器去維持一定的秩序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開着裝甲車，拿着槍，槍口對着中國人自己，這是徐勤先抗命的理由之一啊。當然他找的借口是說，你的通知我不能口头通知啊，包括你這些幾位領導趙紫陽沒有簽字啊等等，這些都是他找的一些借口啊。那麼本質上是說，軍隊的存在是為了什麼？那我們給大家放一個小片段啊，6個小時可能你沒有時間看，我們這有一個3分鐘的小片段。那麼有人呢也加上了中英文的字幕啊，我們先放一下這個片段，然後繼續聊。態度，對我個人這個態度，我不願意參加。下面宣讀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李來柱的證言。注意聽啊！你注意聽啊！5月18日，軍區向38驅動軍軍長徐勤先傳達檢驗任務時的情況。1989年5月18日15時55分，在軍區辦公樓主樓省城會議室，由劉振華政委向徐勤先傳達中央軍委關於調部隊進京執行檢驗任務的命令。我和周玉琦參謀長、黃英橋副參謀長、許孝武部長、以戰作戰部彭翠鳳部長、戴金生副部長、許厚南處長在場。當劉振華政委傳達完中央軍委命令，我對部隊进京執行檢驗任務提出了幾點具體要求，並強調指出，檢驗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討論決定的。部隊進行執行檢驗任務是中央軍委下達命令後，許先生提出我有意見，請向上反映，并說動用軍隊這樣的大事應當由人大常委會討論，少數人決定不對，不符合科學決策、民主決策，搶前2次維持秩序，不帶武器還可以，现在帶槍開上裝甲車進城，對不對？我認為應當正式向上反映，這樣的行動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執行這樣的任務可以立功，弄不好要成為歷史的罪人。帶武器執行這樣的任務，我無法執行。這個命令我不能執行。中央軍委可以叫我當軍長，也可以撤我的職務。這樣的命令我無法執行，請領導另找別人吧。在許先生說這些話的過程中，軍區領導對其進行了多次嚴肅的批評和教育，這令其必須堅決的、無條件的執行命令。1989年7月15日。好啊，我們看完這個視頻了啊。這個6個小時的完整的視頻，前2天流傳出來，是誰放出來的呢？不知道，那很有可能是軍方的人放出來的。那這個視頻啊，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是頂級的國家機密，所以這2天呢，我們就看到了這樣一條消息，這個國家保密局的局長和副局長都被免职了。那和这段視頻的流出應該有極大的關係啊，因為這是11月26日做出的決定，也就是說這個視頻是前一天25日流傳出來的。所以這個意義在哪裡呢？我們今天想分析啊，就是說中國的軍人，你要不要無條件的執行上級的命令啊？因為我們知道最近還有一個關於叫做投降罪的事情，對吧？我们來看看啊，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裡有投降罪。這個全世界啊，有投降罪的國家可能也就4、5個吧。大家隨便數一數就知道了，就這些共產主義國家了，朝鮮啊、中國啊，可能還有幾個啊。說在戰場上你放下武器投降的要判刑，是吧？情節嚴重的甚至要判無期徒刑，投降後為敵人效勞的也要判刑。但是徐勤先的這個視頻放出來就很有意思啊，我給大家分享。首先你作為軍人，那當然我們知道黨指揮軍隊在中國，對吧？但是你從法理上來說，你是一個中國人，你是一個中國軍人，你應該守的是中國的法律。就像徐勤先這樣，你讓我帶部隊拿槍去殺人民，這樣事兒我沒法做，因為它不合法啊。雖然是黨的命令，但它也不合法啊。我應該怎麼做？我覺得中國的軍人後面會面臨非常多的這樣的抉擇，無論是發生戰爭啊，你是否要投降，你是否要倒戈，以及黨命令你再去鎮壓像8964這樣的群眾運動的時候，你怎麼做？現在都不是說槍口抬高1寸的問題，現在是你槍口對準誰的問題。你的槍口要對準中國人，你就是歷史的罪人。徐勤先不是，雖然他被判刑，關在秦城監獄5年啊，後來一直也都被監視，但他不是歷史的罪人，反而徐勤先是英雄。當然了，這個英雄他可以原本啊，也許有機會他可以成為更大的英雄，就是我們現在在討論的啊，就是說他當時為什麼不直接帶着38軍遵守這個戒嚴的命令，假裝遵守，然後帶着軍隊殺到北京去保護趙紫陽，直接拿下鄧小平，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那完全就不会發生8964這樣的天安門大屠殺事件了。
中國的歷史進程也會完全的發生轉變。所以這樣的視頻放出來，對中國軍隊內現在的這些軍人們是一個警示，但是不一定是警告你说你不要学徐勤先啊，你看他会被判刑，他命運很慘，不是的，是告訴你有徐勤先這樣的先例，你不合法的命令，違反人性的命令，傷害中國人的命令，你中國軍人是可以不遵守的。甚至以徐勤先為例，我不是說我不執行，你把我撤掉，那你看到他的下場了。所以這一次你可以不向徐勤先學習，你可以直接带着你的軍隊去政变。我覺得這個視頻的意義啊，可能在這裡。還有剛才那個投降罪也是，不是罪，不要被他們嚇住。這個政黨垮台了，這個國家覆滅了，變成了新的國家，這些法律都不存在。你在什麼戰場上投降，為敵人效命，什麼回來還判你刑了，你不要相信這些東西，沒有的。你要堅持做一個正直的人，做一個正直的中國軍人。我們知道，中國想要發生改变，在那個點上，中國軍隊如何去抉擇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當然只能期待說，軍隊內有開明的將領，對吧？他們可以做出像徐勤先這樣的正確的歷史決定，甚至比徐勤先更進一步，這是我們所期待的。所以我覺得，對於這一段史料的保護以及傳播，那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內容。感謝收看、訂閱、分享。